吾名谢金郎，生前是大夏女将军，一生戎马，正下谢氏满门荣光。死后为阎罗殿判官，审遍世间奸邪。亡魂，报上名来，速陈冤屈。谢氏血脉，阳寿未及，魂入地府，何人敢害我子孙？谢长青无第7代孙女，本是谢家真千金，却被养女鸠占鹊巢，受尽亲人折辱。哼，你这种心思不正之人，不配做谢家嫡女。谢长青，你竟敢仗着身份欺辱荣雪！最终因无家可归，流落野外，惨死贼手。好一群亲疏不分、颠倒是非的蠢货，竟敢这般作践自己的骨肉至亲！老祖宗，您是判官，您告诉我，为什么欺辱我的人享尽荣华、寿终正寝，而我却被害惨死？老祖宗，求您为我主持公道！我谢金兰生前立下家规，要谢氏子孙同心同德。如今后辈却为了外人残害自家不屑，既如此，本官便亲自为你讨回公道。严君，今我亲族蒙冤，律法不彰，恳请严君准我前往人间，清理门户，以正家法。念汝功绩，准汝所求。然阴阳有序，须立妾为凭，约法3章。其一，汝须以谢长青身份前往，1月为期，逾期不返，神魂俱灭。其二，不可暴露身份，免乱阴阳。其三，谢长青随汝同去，魂魄暂附其他活物之上，以为见证，了却执念。书上，要怪就怪你命不好，闯进这破庙，撞见我们办事，那只好送你去给那小娘子做饭了。诈尸了！鬼呀！这怎么可能？杀一个送一个，你们这买卖做的还挺大。别杀我，我们也是受人指使。去地府跟阎王求饶吧。好厉害的身手，这女子究竟是何来历？老祖宗，我是长青。魂附犬身，倒也方便行事。老祖宗，他们受人指使，为何不留个活口问清楚？想也是那府中之人，无妨，反正都要清算。加害安国公府嫡女，我会让她付出代价。她是安国公嫡女，
我此番回京，若能借他身份暂隐行踪，倒是更方便。姑娘救命大恩，陆队没齿难忘。如今在下遭逢劫难，身无长物，姑娘若是不嫌，可否让我随侍左右，报答恩情？祖宗，这人也挺可怜的，带上他吧。天亮你随我回安国公府。多谢姑娘。太子殿下，属下来迟，罪该万死，下不为例。殿下，陛下既准您回京，何不立刻随属下回宫？回京这一路，孤旅遭暗杀。既然有人不想孤以太子身份回去，那便如他所愿。孤倒要看看这京城的水有多浑。手脚都麻利点儿！谢长青这个丧门星，让刘废劫杀了尸体都找不到，活该！还偏赶上太子回京的节骨眼办丧事，晦气！王嬷嬷在说我吗？你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会？谢家是没人教过你规矩吗？咒主子死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你不是谢长青，谢长青不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你是谁？竟敢冒充国公府嫡女，在这装神弄鬼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不是谢长青，谁是？不愧是以仁厚著称的安国公府，连眼下认不出主子的嬷嬷都能出来主事，在下佩服。老祖宗，这个王嬷嬷平日里就对我非打即骂，我病了也不允许府医诊治，还骂我浪费银钱。既然要清理谢家门户，那就从这个欺主的恶奴开始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！啊！小贱人，你敢打我！废话真多，谢家祖训，奴大欺主者，杖刑断其腿。杀伐果决，不愧是我大夏女将军谢金庸的后人。住手！何然在我国公府撒野？谢长青，你还活着！我的女儿，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姐姐，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。你不知道这些天娘为你流了多少泪。这是在干什么？恶奴欺主，给他些教训罢了。谢长青，你长本事了，一回来就惹事儿。王嬷嬷在安国公府的时间比你都长，你竟敢！怎么回事？她的眼神怎会让人如此恐惧？行了，少说两句。既然人还活着，就赶紧把这些晦气东西撤了，看着碍眼。这些就是我的后辈，昏贵偏听，自私纨绔。我谢家百年将门风鬼，竟败坏至此。姐姐，你尚未出阁，怎么带个陌生男子回来？若被人瞧见，怕要影响姐姐的清誉。他又来了，每次都阴阳怪气，让爹娘觉得我不懂规矩，辱没国公府名声。区一个养女也敢管嫡女的事，我带什么人用得着你操心？谢长青，你怎么跟柔雪说话呢？柔雪也是担心你，你别不识好歹。谢二小姐的担心着实与众不同，不问谢姑娘是否受伤，反倒急着给她扣顶不清不白的帽子。娘，我没这个意思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我国公府胡言乱语？看我怎么教训你！谢公子，你怎能动手打人？你装什么？我根本没碰到你，我不过说了几句实话，您便动手伤人。安国公府便是这么仗势欺人吗？你！谢家祖训第1条：恃强凌弱者，罚。
天虹，谢长青，你敢打我！姐姐，你再生气也不能为了一个陌生男子对大哥动粗啊！这传出去要叫人笑话的。聒噪，不会好好说话，我教你。谢长青，你放肆！果然是乡野长大，毫无规矩。把亲子养成恃强凌弱的纨绔，纵容养女，污蔑亲女儿清白，你也配和我讲规矩？你这个逆女！为何我竟然对她心生畏惧？我累了，回房休息。安国公府穷得揭不开锅了吗？堂堂嫡女，就住这种地方？有的人天生就命贱，再好的东西都无福消受。看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哥哥别这样说，姐姐会伤心的。姐姐久居乡野，不恤奢华，爹娘是体恤姐姐，才特意选了这处院子。明明是他们怕我住太好，会让谢荣雪心里难过。国公夫妇爱女之心，真当为天下表率，何该大肆宣扬？让天下父母都效仿，让自己的女儿活得连下人都不如才是。你胡说什么？谢天虹，脸这么快不疼啊？要不我帮你把另一边也补上，让你彻底记住谢家祖训。谢荣雪的卧房在？在东边的揽月阁。姐姐去哪儿？安国公府嫡女，当然要住回自己的院子。谢长青，这是荣雪的卧房，你以后这就是我的卧房。你做梦！这里的一桌一椅都是爹娘精心为荣雪布置的，你凭什么住？大哥，别为了我和姐姐争执，我本就是养女，爹娘垂怜，才在府中有一席之地，怎配住这么好的屋子？谢二小姐有自知之明，知道养女的本分，主动让出卧房，小生佩服。既然你这么明事理，陆月，去把这里不属于我的东西统统扔出去。孤堂堂太子，竟被他当作小厮使唤，罢了。谢长青，你还有没有规矩？规矩？我正是在按谢家规矩办事。谢家祖训第2条：尊卑有序，不得逾越。纵然我是养女，不如姐姐身份尊贵，但当初爹娘怜我体弱，亲自安排我住进来。难道姐姐的意思是，爹娘也错了吗？二小姐这话说的，国公爷和夫人疼你，如今你却暗指他们有错，难道是陷他们于不义？我没有。即便姐姐想要我的屋子，也容我先收拾好，不该这么聒噪。我说了，不会好好说话，我教你。谢长青，你疯了！伤到荣雪，你担得起吗？真当国公府没人管得了你？看我今天好好教训你！大哥！谢青兰，我可是你大哥，你敢对我动手？松开！
姐姐，求求你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打要罚都冲我来，求你别伤害大哥。二小姐真会说话，明明是谢公子先动手，怎么你阴阳怪气，倒成了谢姑娘的错？姐姐，你就这样纵容一个外人，羞辱我和大哥吗？若是爹娘知晓，你要如何交代？谢长青，贱人！谢天红，我今日断你右臂，小惩大戒，下次再敢如此行事，断的就不止一条胳膊。谢家满门庸碌，唯独他心如明镜，手段凌厉，如此才不枉是谢金瑶将军的后人。疼死我了！谢长青那个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他！大哥，都怪我，要不是因为我，姐姐不会和你动手。荣雪，不关你的事，都怪那个疯子。过几天我就找人好好教训他。可是姐姐现在变得好厉害，我们都看走了眼。她以前竟是深藏不露。那又如何？我多找些人，还怕抓不住他？不信收拾不了他。大哥，其实报复一个人，未必需要硬碰硬，毁掉他真爱的东西，也能解心头之恨。你的意思是？为何我总觉得她的气度不似普通深闺少女？她仿佛并非世间之人。姐姐倒是清闲，你打伤哥哥，爹娘发了好大脾气，命你即刻去祠堂向先祖跪省3日，静心思过呢。跪守3日，二小姐，这是国公爷与夫人亲口所言，还是你自己的意思？自然是爹娘的意思。姐姐，你还是快去吧，莫要对先祖不敬。祠堂，我确实许久未曾见过那群老家伙，正好问问他们，国公府变成这样，还怎么好意思受香火？陆然，他就交给你了。放心，不过是一条狗，在自家府里能出什么差池？姐姐这般紧张，倒显得我们苛待了她。谢荣雪，你听好，谁要敢动我的狗，我要谁的命！哼，嚣张什么？等你从祠堂出来，就等着给这个畜生收尸吧。陆公子，你是姐姐的客人，怎能让你做这种琐事？还是将狗交给我，我让人看护。不劳二小姐费心。陆月，谢长青已经走了，我劝你识相点，为了条畜生，不值得。二小姐，这是不装了？如雪，和他废什么话？给我按住他！把狗直接抢过来！他们绝非临时起意，可我若还手，势必被他们怀疑身份。小杂种，可算落到老子手里了。谢天红，你敢伤他？仗着有那个贱人撑腰，一个贱民也敢威胁我？这一脚我记住你。谢天红，你会为今日所为悔不当初。
还敢嘴硬！我炖了这狗，我再慢慢收拾你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小畜生，能为我补身子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答应了要护好盘狗，若是失信于他，我还算什么太子？今天这锅汤也喝定了。老祖宗，救我！他们要煮了我！找死！哥哥，水正好，可以煮了。该死！我说过，谁动我的狗，我要谁的命。老祖宗，我差点又死一次。抱歉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他。与你无关，是有人找死。谢金钱，你干什么？为了条畜生，你还想杀了我们？姐姐，你就不怕爹娘震怒，再将你赶出家门吗？他不是畜生，你们才是。如雪，谢长青，你简直是疯了！别急，轮到你了。少爷，谢长青，炖我狗的时候，你们不是挺威风吗？既然你们找死，那我正好清理门户。住手！爹娘，姐姐疯了，她要杀了我们！逆女，你是要造反吗？这真是长青，他何时有过这样的眼神？这逆女和知谦简直判若两人。爹娘，谢长青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人，你们可得好好教训他！你们倒是会恶人先告状，难道刚刚不是2位先虐杀谢姑娘的爱犬？一条畜生也值得闹成这样，对血脉至亲下死手？你眼里还有没有谢家的规矩？规矩？你也敢在我面前提谢家规矩？谢家祖训第3条，立身以正，持家以公。你们是不是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？放肆！我是谢家的家主，在这府里，我的话就是规矩，轮不到你拿几句死人的话说嘴。长青，若你平日安分守己，天红和荣雪怎会如此？你不但不知悔改，还顶撞你父亲，真是越发不懂事了。哼，这忤逆尊长的孽障就该严惩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摁住，动家法！就凭你，反了天了，反了天了！逆女在我面前还敢行凶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动手！逆女，你竟敢！啰嗦！逆女，你要弑父吗？弑父，你也配称父？你说什么你？
逆女！今日这一笔一笔的账，我会都记着。日后等我治好了陆约的伤，我定会好好教教，让你们知道何为谢家家法。别动，上药。谢姑娘，不可，这与理不合，在下自己。别废话。姑娘，我在下失礼，谢姑娘，我绝非有意。闭嘴，坐好。原来你也有害羞的时候。谢姑娘这手法甚是老道，受伤多了，自然就会了。一个弱女子怎会把受伤视作平常事？她过去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？好了，今日之事是我疏忽，日后不会再将你置于险地。姑娘的意思是，日后还会护着我？当然，你是我带回来的人，每日涂一次，3天就能痊愈。你带回来的人，简而言之，那也能是你的人。姑娘，等等我。蠢货，你想疼死我吗？小姐饶命，大小姐也真是的，怎么能伤您的脸？真是见鬼！自从他活着回来后，就像变了性子，连爹娘都治不了他。小姐，何不请二皇子来帮忙？二皇子与您有婚约，又那般爱重您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即便他谢长青再猖狂，我不信他敢在殿下面前放肆。另外，你再去给我弄些朱砂来，要颜色最正最艳的。小姐，你要做什么？让你去就去，少多嘴。谢长青，你不是很嚣张吗？这次我让你彻底翻不了身。你底子还不错，从今日起，每日晨昏扎马步半个时辰。谢姑娘，在下其实是读书人，向来动口不动手。读书人更需强健体魄，就你这身子骨，日后若再遇险，跑都跑不掉。1月虽短，足够教他学会一些自保招式了。姑娘见谅，在下实在腿软。这般无用，日后该如何？日后不是还有姑娘吗？老祖宗，老祖宗不好了，二皇子来了！二皇子是谁？他来与我何干？大小姐，老爷请你去前厅。去前厅做什么？您不会以为划了我们小姐的脸，还能安然无恙吧？我告诉你，小姐未来的夫婿可是二皇子殿下，他已经到了，特地来为小姐撑腰。问你的罪。我这个二弟还真是闲得慌。我家小姐心善，念在姐妹一场，只要大小姐你乖乖去磕头认错，说不定殿下开恩，还能饶你一条贱命，是吗？那我要是不呢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等着殿下。话太多，你可知？恶言者，死后当入拔舌地狱。
你觉得我残忍？不，只觉得姑娘行事果决，在下钦佩。向来只有我定别人的罪，今日倒有人上门问罪，有趣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一场什么好戏。刺杀我的人还没查清，目前我这个二弟最有可能，不能暴露。殿下恕罪，老臣治家无方，竟让后宅琐事惊扰殿下，实在无地自容。荣雪，你太不懂事，怎么能惊动殿下？无妨，荣雪与我有婚约，她有事，我自然要替她做主。若非谢家在军中还有旧部可用，这等后宅琐事也配让本皇子出面？殿下费心了，都怪那个逆女，伤了天红的手臂，还伤了荣雪的脸，简直无法无天。没错，他伤我就算了，连荣雪都打。女子容貌何其重要，谢长青这个毒妇，他是要毁了荣雪一辈子。我自问从未对不起姐姐，不知为何她竟然如此厌恶我，甚至要毁我容貌。荣雪，我可怜的女儿。殿下，求您一定要为荣雪做主，严惩谢长青。谢长青所为实在骇人听闻，我既已过问，自当让他给荣雪一个交代。二皇子果然对我极好，由二皇子替我出面。谢长青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二皇子想要我怎么给他交代？他就是谢家从乡下找回的真千金谢长青。果然，比起谢荣雪这个养女更有气度。逆女，见了二皇子殿下还不跪下行礼，你眼中可还有尊卑礼法？一点家宅琐事，竟劳烦二皇子亲临，谢家这般行事，就有尊卑礼法了？你，哼，倒是个厉害的。这人身形气度怎么那么熟悉？听说二皇子来替谢荣雪来问我的罪，我倒想问问，我何罪之有？你毁了荣雪的脸，还明知故问，装什么糊涂？我确实打了他的脸，但那伤这2日早该痊愈，何时严重到毁他脸的地步？姐姐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还能冤枉你吗？谢长青，荣雪的伤若是痊愈，何须以纱遮面？我看你就是在狡辩。荣雪不会撒谎，长青，荣雪之前对你处处忍让，你3番4次伤害她，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女儿？不知悔改的孽障，二殿下都出面了，你还不承认？是嫌谢家不够丢人吗？他们以前也是这样对我，不管谢荣雪说什么，他们只信他。偏听偏信，不辨是非，我亲手建起的谢家荣耀，怕是要毁在他们手里了。是否毁了容貌？二小姐摘下面纱让大家看看，不就清楚了？姐姐，我不过是想让殿下为我做主，让你道个歉，你便让手下的人这么折辱我吗？混账东西！我看你是活腻！不必跟他们啰嗦，我倒要看看他唱什么戏。荣雪，荣雪，你的脸竟然这么严重！娘，女儿没脸见人了，不如死了干净。谢长青，你好好看看，都是你干的好事，你还不承认？谢小姐，你还有何话说？他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殿下，
这贱人把荣雪的脸毁成了这样，求殿下为荣雪做主。我谢家到底造了什么孽，竟养出你这等残害姐妹的女儿？长青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！这次无论如何不能轻饶。他们都站在我这边，连二皇子都为我撑腰。谢长青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二小姐，你这伤看着有些蹊跷，真正的皮肉伤，溃烂结痂，绝非这般鲜红规整。这颜色怎么倒像是画上去的？你胡说！我难道会拿自己的脸来做戏吗？你个下人竟敢如此污蔑我！是真是假，验过便知。验什么验？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你还想耍什么花样？姐姐，你非要逼死我才甘心吗？殿下，你相信荣雪，荣雪从不撒谎，我愿以性命起誓。荣雪，你不必如此。今日之事必须有个了断，谢家容不得这般残害兄妹、心肠歹毒之人。安国公，你又忘了，我说了，不必跟他们啰嗦。姐姐，你要做什么？荣雪，孽障！当着殿下的面，你还敢如此猖狂！谢长青，我今天不打死你，我就不是你哥！谢公子，不如你先看看，二小姐的脸似乎好了。二虎哥，你好厉害！荣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演得不错，哭得也真。谢荣雪，你不该在国公府，该去戏班子。爹娘，我错了，殿下，姐姐真的伤了我的脸，我怕您不信我的话，才出此下策。蠢女人，真是上不得台面。若不是她还背靠着国公府，如何配得上本皇子？荣雪，想让我为你做主，直说便是，何必做这些？殿下，荣雪绝非有意欺瞒殿下，还望殿下恕罪。殿下，这就是闺阁女儿间的小打小闹，臣以后一定严加管教，保证绝不再有下次。为何他们总是偏袒谢荣雪？方才你们还口口声声要严惩我，怎么轮到谢荣雪就成小打小闹了？殿下，荣雪真的只是一时糊涂，再也不敢了。犯了错就该罚。二皇子，她是我谢家养女，不如交给我如何？谢小姐想怎么罚？殿下，这一巴掌打你伪造伤痕，欺瞒皇室，愚弄众人。荣雪，这一巴掌打你挑拨离间，祸乱家寨，陷害嫡女。这一巴掌打你鸠占鹊沼，包藏祸心，败我谢氏门风。荣雪，谢长青，你怎敢把荣雪打成这样？你这个冷血的畜生！这3巴掌是小惩大戒，若还有人学不会安分，我便用家法清理门户。你谢长青这般年纪竟有如此雷霆手段，倒比那些只会搬弄是非的闺阁女子有趣的多。老祖宗，你太厉害，原来还能这样教训谢荣雪，太解气了。你与二皇子认识？姑娘说笑了，在下一介布衣，怎会与高高在上的皇子殿下相识？是吗？
那为何特意戴上面具？二皇子看你的眼神似乎也颇有深意。他这般聪明，怕是瞒不过他。我……谢小姐，今日之事，多亏谢小姐慧眼如炬，才没让我被那拙劣伎俩糊弄过去。不过是有人做戏做得太假，破绽百出罢了。谢小姐不必自谦，如此聪慧果敢之人，本皇子着实少见。不过，京城水深浪急，锋芒过路，怕是容易招来祸端。谢小姐就没想过寻个倚仗？什么倚仗？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一个女子该如何选择倚仗。二殿下是谢容雪的未来夫君，这是在向我示好。可惜，我没有捡别人东西的爱好。谢小姐和那些矫揉造作的女子果然不同。本皇子忽然觉得，你这般女子才真正配得上。殿下，请自重。你这双眼睛怎么和太子的如此相像？混账东西，竟敢这般对本皇子，找死！殿下，我的人不懂规矩，但他的话没错，您该自重，别对一个闺阁女子做越界的举动。是我唐突了，谢小姐莫怪。不过，我觉得你这随从甚是眼熟。世间相似之人众多，殿下恐怕认错了。认没认错，一看便知。殿下，你确定要在国公府如此失礼吗？他在维护我，为何看着他的眼神，我竟然如此惊惧？殿下，殿下，容雪她只是一时糊涂，求您千万别怪罪。我怎会与她计较这些小事？只是今日，她怕是心情不佳。过几日，我再来看她。多谢殿下宽宏大量。对了，谢长青身边那随从，你可知是何时入府？您说路人，他是初五那日和谢长青一道回来的，怎么？可是那贱奴冒犯了您。天虹，刺杀太子的事，你我算是在同一路。既上了船，就该同心协力。殿下有何吩咐？那个路人，我觉得不简单，你知道该如何处理。臣明白，殿下放心。这汤无补养胃，我亲手做的，姑娘趁热喝。多谢。味道不错，可惜1月之后返回地府，再也喝不到了。今日之后，二皇子恐不会轻易作罢。怕了？怕姑娘嫌麻烦，把我这麻烦扔出去。我捡回来的人，从没有随便丢的习惯。谢姑娘，二皇子身份高贵，京中贵女对他趋之若鹜，他的示好，你当真不心动？我为何要心动？我只是好奇，姑娘心中所求究竟是什么？所求，善恶有报，人间公道。谢姑娘，果然与众不同。那你呢？你留在我身边，所求为何？当然是图姑娘带给在下的安稳。陆某愿跟随姑娘左右，鞍前马后，不离不弃。胡言乱语。不是胡言乱语。殿下，臣已查明，
此番回京途中的刺客，皆是二皇子之使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臣已盯紧二皇子府动向。殿下，国公府与二皇子牵扯颇深，此处绝非久留之地，还请殿下速速离开。正因谢家与赵觉有牵扯，此地才最不宜被疑心。更何况谢长青行事异于常人，或是破死局的关键变数。可若二皇子的人寻来，孤自有分寸。你去吧，小心行踪。臣告退。今夜怕是不会太平。那日赵觉若是认出我，不会只派一个人来杀我。兄台哪个山头的？国公府也敢闯，胆子不小。殿下，没事吧？是赵全的人，怎么会？他认出我了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多谢姑娘，又救了在下一命。陆言，要你命的人可真多。许是在下命格带煞，总给姑娘添麻烦。怎么会？老祖宗！这人是谢天红的手下，我见过。陆入，谢天红的手下为何要来杀你？什么？谢天红的手下与刺客有同样的刺青，难道他和赵觉勾结，也参与了刺杀国？我不知，许是之前得罪了谢公子。我去给你讨回公道。谢姑娘，此人是谢公子的人，若闹大了，只怕对姑娘不利。那又如何？为非作歹，残害无辜，带上尸首，今夜我要为谢家清理门户。柔雪，你放心，二殿下并未生气，更不会因此厌弃你。他还特意嘱咐我，说过几日来看你。殿下宽宏，不与我计较，只怪我一时糊涂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嫁给他？傻孩子，说什么胡话！依娘看，殿下心中是有你的。老爷，您说是不是？容雪，殿下若要治罪，当场便可发作，即轻轻放过，便是顾念情分。只是你今后绝不可再行此糊涂事。女儿知错了。要我说，今日之事，错不在容雪，全怪谢长青那个灾星。爹娘，若不是他划伤容雪的脸，当众掀她的面纱，我们谢家何至于在二殿下面前丢尽颜面？哥哥，别这么说，若不是姐姐，我……容雪，你不用为他说话，他就是极度成性，专横跋扈。自他回府，家中可曾有一日安宁？爹娘，你们训斥他，他还敢还手，那来日岂不要翻天？这般忤逆不孝、暴虐成性之人，留在家中，迟早酿成大祸。可他终究是谢家的血脉。娘，一个乡野长大的野丫头，也配当谢家人？我看，不如寻个由头送去庄子上，或干脆声称他病速。天红，怎么能这么说？她毕竟是你妹妹。爹娘，你们就是太心慈手软了，这种祸害留着迟早是个麻烦，早该处理了才是。我倒要看看怎么处理。谢天红，你的手下还你。谢长青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
不如问问你的好儿子，他干了什么？谢公子指派手下深夜潜入我房中，欲取我性命，这事该有个说法吧？你胡说什么？长青，这人命关天，你说天虹指使杀人，可有凭证？要什么凭证？我国公府怎么会出这种事？来人，快将这晦气东西抬出去！谁敢？姐姐，哥哥是国公府嫡子，要处置一个下人，何必派人行凶？莫不是你这随从因之前的事怀恨在心，故意冤枉哥哥？没错，我看他就是故意的。还有你，谢长青，说不定人就是你杀的。你们狼狈为奸来找我麻烦，够了！陆石，玄铁鞭，谢金瑶，这可是我谢家先祖谢金兰之物，供奉在宗祠的圣物，你竟敢私动！此鞭供奉公祠100年，非家主不得请出。金瑶，你怎敢擅自动用？尔等不辞不仁不义之徒，也配供奉这玄铁鞭？谢家祖训有云：残害无辜，祸及家门者，当以家法废其武功，逐出宗族，永不复归。今日我就执此鞭，迎家法，将谢天虹逐出谢家。二殿下，经查证核实，太子自初5那日于京郊失踪后，便再无线索。初5？您说陆羽，他是初5那日和谢长青一道回来的。那个陆绝，难道真是太子？备马，即刻去安国公府。是。今夜必须弄清楚，若真是他，这国公府便是他的葬身之地。逆女，把玄铁鞭给我！老祖宗谢金霄的随身之物，岂是你能碰的？放肆！你一个下人还想对我动手？任何人不得挠谢姑娘行家法。滚开！混账东西！这是谢家，岂容你撒野？爹，老爷！今日这家法，我必执行。谁敢再拦，鞭子不长眼。谢长青，今日你敢动我，来日我定要你生不如死！天虹，伊达你身为长子，不思光耀门楣，终日沉迷酒色，败坏谢家100年兴序。二达你残害无辜，祸及家门，视人命如草芥，不配为谢家子孙。三达你心思歹毒，颠倒黑白，悖逆伦堂，枉生为人。谢天豪，你服还是不服？服？我呸！谢长青，今日除非你打死我，否则我定要你冥顽不灵！爹娘，救我！我的儿啊！你这个孽障！老祖宗在天之灵若有知，定会把你千刀万剐。将我千刀万剐，还真是大言不惭，不孝子孙！给我跪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爹娘，我怎么站不起来？你们好好看着，我今日如何清理门户。住手！谢小姐好大的威风，这又是闹的哪一出？殿下，殿下救我！谢长青这个疯子要打死我！赵觉此时现身，绝非巧合，他是冲我而来。谢小姐，不知天虹犯了何罪，
你这个做妹妹的竟能以下犯上，鞭打兄长。谢天红派人杀我随从，被我发现，我以家法处置他，有何不可？成事不足的废物！哦，无冤无仇，天红为何要杀一个随从？莫不是你这随从犯了什么事，被天红察觉了？没错，殿下明鉴，我那手下定是发觉陆晨行迹可疑，想为谢家除害，谁知谢长青竟杀人灭口。既如此，先将这可疑之人拿下，细细审问。二殿下，你是要插手谢家的事？此人藏头露尾，说不定是朝廷钦犯。我是为你谢家着想。姐姐，殿下要捉拿他，你为何要阻拦？难不成你早知他有问题，故意遮掩？他果然是冲我来的。殿下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对无辜百姓动手，还真是威风。本皇子没耐心和你废话，来人，给我抓住他！我的人，谁敢动？姐姐，你怎敢违逆殿下？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孽障，你是要拖着谢家满门去死吗？谢小姐，你是执意要包庇这可疑的贼人了？赵觉步步紧逼，杀心一气，今夜势必不会罢休。我带回府的人，自会担保。倒是二殿下如此急着抓我随从，莫不是心里有鬼？必须尽快确定他是不是太子。京城重地，安危系于一线，此等行迹可疑之人，本皇子怀疑他包藏祸心，危及社稷，捉他回去有何不可？一个人就能危及社稷，二殿下可真会扣帽子。谢姑娘，不必如此，我不能连累他。我既带你回府，便会护你到底，谁也不能带你走。冥顽不灵，那就别怪本皇子不客气了。小心！多谢姑娘。二殿下，对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百姓动刀，就是皇家风范，皇子该为是吗？这与市井恶霸何异啊？他手无缚鸡之力。我怀疑他是朝廷钦犯，自然有权查验。倒是谢小姐，随身背着面具为他遮掩，莫非你早知他身份已异，刻意包庇？逆女，你这是要把全家都害死啊！今夜，就算是圣上来了，也休想抓走陆氏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拿下那戴面具的，谁敢阻挠，格杀勿论！都给我让开！孽障，你竟敢劫持皇子！姐姐，这是诛灭九族的大罪啊！快放开殿下！长青，你快把刀放下！你要害死全家吗？谢长青，你自己想死，别拖累我们！还不快放开殿下，跪地求罪！谢长青，你敢伤本王一根汗毛，本王定要你谢家满门陪葬，九族俱灭！二殿下今日在我谢家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便对我的人动刀，便是到了圣上面前，也是我占理。你给本皇子上！杀了这个疯妇者，重赏！让他们退开，退出谢家，否则我不介意让殿下先尝尝这诛九族的滋味。休想！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动手！给我杀！都给我住手！皇家令牌在此，所有人退下。杜君，你竟敢！二殿下得罪了，下官奉旨办事。臣
京兆尹督军参见太子殿下，恭迎太子殿下回京。谢长青，你二弟，臣弟恭迎皇兄回京。臣安国公谢远叩见太子殿下，殿下千岁。臣妇参见太子殿下。臣女参见太子殿下。臣谢天寒参见殿下。原来你是太子。当时情势所迫，在下并非有意隐瞒，望谢金娘勿怪。孽女，你还杵着做什么？还不快向太子殿下行礼！谢远，臣在。尔等迫害嫡女，纵子行凶，刺杀储君，你谢家该当何罪？殿下明鉴，此事就是个误会。误会？今夜若不是长青小姐相救，姑早就命丧黄泉了。谢天红，谁给你的胆子刺杀姑？殿下饶命，臣就是一时糊涂，想吓唬一下谢长青，绝非有意冒犯啊。殿下何必犹豫？谢家纵子行凶，谋刺储君，罪证确凿，按律当诛。您依法处置便是，无需介意我无所谓。你这逆女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谢家生你养你，你竟如此冷血无情，要置全家于死地！长青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啊，天红可是你的亲哥哥啊！姐姐，你怎能如此绝情？殿下，臣罪该万死。臣教子无方，治家不严，求殿下看在谢家世代忠良的份上，从轻发落。谢天红，姑再问你一次，既然你不知道姑的身份，为何处心积虑去刺杀一个随从？今夜行动究竟受何人指使？谢天寒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刺杀皇兄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二殿下这话讲的可真够及时。谢小姐，我忧心皇兄，难道还得征得你的同意不成？太子殿下，臣无人指使，是我混账，是我冒犯了您，与我爹娘，与荣雪无关，求殿下只罚我一人。天红，儿啊！哥哥，刺杀储君可是凌迟死罪。谢天红，你可想好了？所有事都是我一人所为，与我谢家其他人无关。求太子殿下明察，要杀要剐，冲我来，请不要牵连无辜。皇兄，既然主犯已供认不乱，便依律法办吧。但谢家毕竟世代忠良，请皇兄赐他一个全尸。督接，臣在。安国公世子谢天红涉嫌谋刺姑，即刻打入京兆尹大牢，严加看管候审。遵命。天红，我的儿啊，放开他！求求你们放开他！殿下，殿下开恩啊！臣愿以爵位，以这条老命
还我儿一命啊！安国公，慎言。皇兄，臣弟今夜一时冲动，惊扰皇兄。臣弟自知罪责难逃，愿卸去身上所有差事，自请罚俸1年。二殿下对自己，倒比对他人更狠。卸职罚俸，好一招断尾求生。既如此，便依二弟所请，差事暂且卸下，回府静思己过吧。望你好自为之。谢皇兄，臣弟告退。下官杜君见过陆大人。殿下，陛下还在宫中等您，是否即刻移驾回宫？谢姑娘，今夜多谢，我会再来看你。那我等着。走，恭送太子殿下。长青，长青，你救救你哥哥！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。去求求太子殿下，他刚才说会再来看你，他一定听你的。女儿啊，娘知道错了，娘以后一定疼你。你去跟太子说说情，天红是你亲哥哥呀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救他，他派人行凶时，可想过给他人留活路？谢天红是咎由自取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孽障，冷血畜生！他是你哥哥，你身上流着谢家的血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你的心是铁石做的吗？爹，孽障，你居然敢掌夺你爹！姐姐，你快放开爹！谢远，有你这样的家主，我谢家100年基业迟早要败落。谢天恒就是个开始。命运，你反了天了！收起你的脏爪子，指我，人你不配。姐姐，我今夜可没说什么，我一直是劝和的。没说什么？是啊，你只是不小心挑拨，无心陷害，被迫伪装伤痕，无奈看着兄长行凶罢了。你这倒反天罡的畜生，你殴打父母，定会遭报应，不得好死！报应？放心吧，那些都是给你们准备的。你们的好日子从今夜起到头了。你什么意思？站住！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！我的天红啊，我苦命的儿啊，你让娘可怎么办啊？谢长青那个孽障，若不是他带太子回府，天红也不会如此大错。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该让他回来。姐姐这是叫存心害死哥哥呀！老爷，你想想办法救救天红吧，我们总不能看着儿子去死吧？是啊，爹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，把哥哥救出来才是正经。想办法？还有什么办法？太子亲自下令，京兆尹杜君拿的人。我们谢家如今已是自身难保，成了京城的笑柄，
还能有什么办法？爹娘，我们或许可以去求二皇子殿下。不可，万万不可！今夜你也看到了，二皇子自身难保，被太子当众责罚，卸了差事，他岂会在这个时候为了天虹去除太子的眉头？更何况，天虹的事，恐怕本就与二殿下牵扯不清，他避嫌还来不及。那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天虹去死吗？爹，正因为牵扯不清，二殿下才更不能袖手旁观。哥哥若是在牢里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，二殿下岂不是更麻烦？爹，今夜太子是占了上风，可朝堂之争岂在一时？二殿下母族显赫，在朝中经营多年，岂会因一次挫折就一蹶不振？我们谢家虽败落，但在军中还有些老关系，未尝不能成为二殿下他日东山再起的一份助力。荣雪说的不无道理。爹，哥哥是谢家唯一的嫡子，难道您真要看着谢家绝后吗？去求二殿下，哪怕要拼上我们谢家剩下的所有家典，也得试试。这是为了哥哥，也为了谢家的将来啊！老爷，荣雪说的对，我们不能放弃天虹。你去求求二皇子，哪怕帮他杀了太子都行。夫人，慎言。老爷，只要能救回天虹，好，我这就去二皇子府，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把天虹救出来。老祖宗，您没事吧？今夜真是太凶险了。无妨，一群跳梁小丑罢了。只是没想到，陆之竟是当朝太子。太子？我的天，陆公子他居然是太子殿下，难怪总觉得他气度不凡。老祖宗，您是不是早就看出点什么了？看出他有所隐瞒，却未料到是这般身份。陆公子他走了，这院子里一下子好像空了许多。是，以后再没人陪老祖宗闲聊，没人给老祖宗煮汤，也没人在您收拾人的时候递刀点火了。一月虽短，足够教他学会一些自保招式。姑娘见谅，在下实在腿软。这般无用，日后该如何？日后不是还有姑娘吗？定中我纷争，化生天地远。那你呢？你留在我身边，所求为何？当然是图姑娘带给在下的安稳。陆某愿跟随姑娘左右，鞍前马后，不离不弃。我在想些什么，真是可笑。他是未来的人间帝王，而我不过是借尸还魂阴司判官，阳间中州，终是幻影。儿臣拜见父皇，儿臣不孝，累父皇担忧。我儿，快起来，让父皇好好看看。瘦了，也结实了些。你可知道，得知你在京郊遇袭失踪，父皇这几日是如何熬过来的？父皇息怒，儿臣回京途中接连遇刺，敌暗我命，恐宫中有内应，才不得已出此下策。隐于安国公府，
暗中查探，未曾想还是引出了风波，令父皇忧心。是儿臣之过。安国公之子谢天弘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谋害楚军！若非念在其先祖谢金阳将军与我大夏有开疆拓土的不世公孙，朕定要夺了他安国公的爵位，把谢家抄家流放，一个不留。谢天弘胆大包天，自当依法严惩。不过安国公府内亦有明理之人，此次若非谢家长女谢长青机警果决，数次护持，儿臣恐难安然回宫。哦，就是谢家那个从乡野找回的嫡女。朕倒听闻了些许风声，说她手段颇为凌厉。洛儿，你特意为她说话，可是另眼相看？父皇说笑了，儿臣只是据事而言。谢姑娘与儿臣有救命之恩，且其行事颇有谢金阳将军昔年之风，是非分明，刚烈不阿。我儿也到了该成家立室的年纪了。若真是品性出众的女子，父皇，此事容后再议。当务之急是查清刺杀儿臣的幕后主使。儿臣回京时遭遇的几波刺客身上，皆有鬼面刺青，而谢天弘手下之人亦有此标记。父皇，他们背后的线都指向了二弟。你二弟目足势大，在朝中盘根错节，没有确凿铁证之前，动他便是动摇国本，恐生大乱。此事还需从长计议，暗中搜集证据，务必一击即中。儿臣明白，请父皇放心，这笔账儿臣会慢慢跟他们算清楚。殿下，属下特来请罪。何罪？属下见二皇子步步紧逼，恐危及殿下安危，情急之下未经殿下询准，便密报于陛下知晓，这才引动京兆尹杜大人持令牌赶到。属下擅作主张，请殿下重罚。起来吧，当时情形你处置的并无不当，若非你当机立断引来杜军，赵约恐怕不会那么轻易罢休。姑还要谢你救场及时。属下不敢当，此乃分内之事，只是终究是违了令。罢了，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，姑赦你无罪。谢殿下宽宥。只是今夜之事，谢姑娘为护姑，与赵缺已是彻底撕破脸，将她得罪狠了。张山，属下在。挑几个机警稳妥、身手好的，派去安国公府附近，不必惊扰谢姑娘，只需暗中看护。说有人意图对她不利，可先斩后奏。遵命。属下即刻去办，庇护谢姑娘周全。父皇说的对，赵觉母族势大，若无铁证，动他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既然他按兵不动，躲在暗处不好动那姑，就再逼他一把，逼得他狗急跳墙，逼得他不得不动，让他那些谋局行径自己跳到明面上来。到时人证物证俱在，看谁还能保得住他。殿下求您开恩，救救犬子天弘，只要您能救他出来，谢家愿倾尽所有报答殿下。安国公言重了，本皇子与荣雪有婚约，天弘是我的小舅子，我怎么会看着他去送死？殿下，但是国公也看到，
要你儿子去死的，是我那位好大哥。我身无爵位，有什么资格去违逆大哥、违逆主君啊？殿下，那天红真的没有生路了。不过嘛，也不是全无方法。殿下可有计策？我要京中12位最新的兵力布防图。布防图？殿下，您这是要谋反？谋反？安国公，话可不要乱说。太子回京后，步步紧逼，本皇子不过是想多做些准备，好好防卫自身，以免乃日被人不明不白的清君罪了而已。你说是吗？可是殿下，此图乃绝密，由兵部与禁军统领直接掌管，非战时或陛下亲命不得调阅。谢家虽有些旧部，但恐怕难以。谢，你是在跟本王讨价还价？你难道不知道，你谢家养的那100府兵，之前被谢天红派到了哪里？若我那大哥真的顺藤摸瓜，查到这桩公案，查到你的头上，你以为你谢家满门还能有活路吗？求殿下救救谢家！谢远，我们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，船要是翻了，谁都活不了。但如果我们同心协力，把这条船开到更富贵、更安稳的地方去呢？用一张图换你儿子的命，换你谢家未来的前程，你好好想想。老臣明白了，最迟明日傍晚，老臣设法将图呈于殿下。很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安国公，本王等你的好消息。老爷，老爷，你开开门啊！到底怎么样了？二皇子肯帮忙吗？天红有救了吗？爹，您说句话呀！夫人，你进来。荣雪，你回你屋房，今日不要出府。爹，我也想。停什么停？你背的女戒都忘完了。老爷，到底怎么了？你何必这样说荣雪呢？谢家没有选择了。有什么事儿是我不能知道的？哼，爹不让我听，我偏要听。谢荣雪，她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不过准没好事，我不能总让老祖宗救场，我也得出一份力。我今天就好好盯着他。什么？老爷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二皇子答应救天红，真的？谢天谢地！但他要京中12位最新的兵力布防图。布防图？那是通敌谋反株连九族的死罪啊！老爷，你答应了吗？你说我该答应吗？为了救天红，我们答应吧！我们不能让天红在牢里等死啊！他是我们唯一的儿子，谢家唯一的香火。我已经答应二皇子了。老爷，太好了，天红有救了。可日后二皇子真的谋反，谢家到我这一代早已是金玉其外，日渐没落。若是二皇子，若是他能成事，我们便是从龙之功。届时何止救一个天红，整个谢家重现先祖谢金兰将军时的荣光，指日可待。看日后谁再敢瞧不起咱们家！
今日我就设法拿到布防图，交给二皇子。这是拯救天虹，也是振兴谢家唯一的出路。二皇子要谋反，那我将来岂不是皇后？谢长青，看你还怎么猖狂！谋反？他们怎么敢？爹爹他真的疯了！不行，得立刻告诉老祖宗，谢家要出大事了。老祖宗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爹爹他和娘在书房说，要用京中布防图去跟二皇子交换，救哥哥。他们说这是从龙之功，能振兴谢家。老祖宗，这可是谋反啊！好得很，好一群不孝子孙！谢家百年忠烈，铮铮铁骨，竟出了你们这等数典忘祖、通敌谋反的鼠辈！玷污门楣至此，你们真当我谢金言看不见吗？玷污门楣至此，你们真当我谢金言看不见吗？姐姐看着心情不大好。哎，也是，太子殿下虽好，终究是回了那9重宫阙，与姐姐你怕是云泥之别了。不像妹妹我，你怎么？我将来可是要母仪天下入主中宫的，这国公府的狭小天地，怕是再也困不住我了。母仪天下入主中宫，我怎从未听闻圣上有意选你这个国公府养女入宫？谢长青，你放手！你敢这样对我？等二皇子荣登大宝了，饶不了你！荣登大宝，圣上和太子尚在，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小心为你的二殿下招灾。二殿下很快就会成为新太子，甚至登基为帝，那时我便是名正言顺的皇后。到时候，你还有你那不知所谓的太子，都得跪在我脚下。你与二皇子殿下果然亲密无间，连这等机密大事都了如指掌。想来二皇子府邸，你也是常来常往，出入自由了。那是自然。看见没有，这是殿下亲赐的令牌，持此令，二皇子府我可随意进出。如何？现在知道怕了？谢长青，你若识相，现在就给我跪下磕头认错，或许将来我心情好，还能赏你个全尸。冥顽不灵，自寻死路。你说什么？正愁强闯皇子府会打草惊蛇，没想到你这个蠢货，这么快就把通行证送到了我手上。人想找死的时候，真是挡也挡不住啊！你去东宫找陆池，我去二皇子府清理门户。是，老祖宗，我一定能送到，您一定要小心。殿下，鱼儿咬钩了。说，遵照殿下布局，趁京郊流寇作乱之际，我们故意留出的那道口子，果然放进来了几条外邦的鱼。今日已扮成小厮，顺利进入了二皇子府，动作倒是不慢。看来姑这位二弟弟是真急了，与外邦勾结引狼入室，他这是嫌自己的罪名不够重。我们的人已布控，随时可以收网抓人，人赃并获。不急，等他拿到他真正想要的东西，再动手不迟。那时才是铁证如山，任谁也无法辩驳。继续盯紧，尤其注意他们传递消息的渠道和方式，一旦涉及……陆公子，不好了，二皇子要谋反！小黑，你怎么来了？别急，慢慢来，别叫。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我不明白。赵觉，好大的胆子，居然还把手伸到了京中防卫图。谢长青他独自去了二皇子府，胡闹！那里现在是龙潭史学。殿下，谢姑娘那边有2位暗卫一直远远跟着，应能护其一时周全。赵瘸既已决定谋反，必是狗急跳墙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府中定然布下天罗地网。谢姑娘身手虽好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更何况她还要应付谢远那个蠢货。不行，
我必须亲自去。殿下，您是千金之躯，怎能以身涉险？还是让臣去？不，我去。赵觉还能投鼠忌器，不会伤到他。张山，你持我令牌，调集东宫卫帅精锐，并通知京兆尹督军，让他带兵在二皇子府外围待命，封锁所有出口。记住，没有我的信号，不得擅动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是。届时还能拿到赵娟通敌卖国的证据，我们里应外合，直接抓捕赵娟及其同党，一个不留。遵命。你留下，这里安全，我会把长青安全带回来。好，安国公果然是信任，此图一到手，大事成矣。你放心，天虹不日便可平安回府。待将来，你便是首功之臣，谢家荣华指日可待。来，安国公为你引荐一位朋友，这位胡先生乃漠北王庭客使，此次入京，专为助我等成事。安国公久仰，殿下已承诺，事成之后，关外3州化为我王庭牧马之地，届时还需安国公在朝中多多照应。漠北王庭特使，殿下，你不仅要内征，还要引外敌入关，这太过分了！这是卖国，你会成为千古罪人啊！过分，卖国？安国公，现在说这些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从你谢家府兵沾上太子血开始，你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怎么，现在想反水？想做回你的忠臣良将？安国公，我国勇士已陈兵关外，直到信号，此时退缩，恐怕第一个被记齐的就是贵府公子，还有您全家的性命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卖国求荣，勾结外寇，证据确凿。赵觉、谢远，你们好得很。谢长青，你如何进来的？逆女，你怎么敢闯到这里来？快滚出去！我来是为谢家铲除败类，顺便为朝廷剪除祸害。多亏了你的好女儿谢荣雪给我的令牌，不然还真没办法自由出入二殿下府邸，这么快找到这里呢。谢荣雪这个贱人，她背叛我！殿下，这都收回。这荣雪对殿下一片慈心，这其中肯定有蹊跷。蹊跷？赵觉，你以为勾结外邦，拿到布防图就能颠覆朝纲，坐上那至尊之位吗？你也配？住口！既然你自寻死路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，杀了他，碎尸万段！番邦一计也敢献丑？去死吧！长青，来人，有刺！殿下真是深藏不露。放开！这点胆子还敢参与谋反？殿下，逆王府邸已全面控制，一应人等均已看押，府内外通道皆已封锁。将逆犯赵觉、漠北细作从犯谢远一并押走，严密看管，所有涉案物品文书仔细搜查，不得遗漏。遵命。谢长青，好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有你先祖谢金兰将军遗风。此次揭露赵觉勾结外邦、谋反叛国的阴谋，你当首功。臣女不敢当。哎，若非你机警果决，深入虎穴拿到关键证物，又及时传递消息，我大夏江山恐有倾覆之危。陛下谬赞，谢家未能约束族人，酿出此等祸事，臣女亦有失察之责。谢家之事，朕已了然。谢远利欲熏心，参与谋逆，罪无可恕。谢家其余涉案人等，皆已一律处置，流放边陲。安国公府如今已是府邸空悬，爵位空虚。然谢家百年忠烈，功在社稷。谢金兰将军开国之功，朕从未敢忘。岂可因一二不肖子孙，令忠魂蒙尘，功臣之后无一？
朕思虑再三，决意破格降职。谢氏长女长青，忠勇慧敏，力挽红蓝，护国有功，身消其祖。特旨承降安国公爵位，望尔光耀门楣，不负朕望，亦不负如先祖英名。臣谢长青领旨谢恩，定不负陛下重托，必以先祖为楷模，忠君护国，守正持心。好，好，安国公年轻有为，气度非凡。朕知太子已是人中龙凤，国之栋梁。此番你二人携手破逆，堪称珠联璧合、天造地设的一对佳偶啊！智儿，你以为如何？安国公，朕有意为你与太子赐婚，成就一段千古佳话，如何？陛下厚爱，臣感激提灵。然臣无心于儿女情长，如今承袭爵位，唯愿整顿门庭，以告慰先祖之灵。即使你志不在此，朕也不便强求。罢了，此事暂且不提。安国公，你且安心整顿府邸，若有难处，尽管开口。谢陛下体谅。谢姑娘，长青，方才殿内父皇若有所言唐突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无妨。方才殿内所言，句句是国事，是封赏。此刻我只想问，抛开太子的身份，谢长青，你对陆玉当真毫无感受吗？太子殿下，抱歉。那我还能去国公府吗？还能像从前一样当你的随从吗？你是太子，是未来的天下之主，怎能随你？多谢姑娘成全。对了，3日后是你的安国公爵位册封典礼，按制需有皇室成员主持观礼，我会亲自去你府中为你主持。好，那便有劳太子殿下了。分内之事，届时我会早些过去。我很期待你的到来。老祖宗，明天就是正式的册封典礼了。只可惜，册封典礼我参加不了了。老祖宗，与严君的1月之约，明日便是最后期限。阳间事了，尘缘已了，自然该回去了。这身皮囊，这国公之位，本就不属于我。那陆公子呢？老祖宗，您对他真的没有一点留恋吗？他明日还要来为您主持典礼，他等不到您该有多难过。陆源，他是个很好的人，未来也会是个好皇帝。但他是杨氏储君，我是地府判官，阴阳两隔，人鬼殊途。有些缘分，浅尝截止便好。可是我看得出来，他是真的喜欢您啊。老祖宗，您就这么走了，连一句告别都没有吗？告别。殿下千岁，国公他……国公尚未起身，无妨，典礼吉时未到，孤在此等候便是。不是，是殿下，您等的人来不了了。长青，不对，你不是他，你到底是谁？太子殿下明鉴，我确实是谢长青，但之前的我，或者说占据着身体壳整顿谢家的，并非是我。什么？
她是我谢家先祖谢金兰。殿下台见，阳间事毕，尘缘已了，当归地府。愿殿下前程似锦，山河永安。站住！生魂安敢擅闯阎罗殿，此乃阴司重地，速速退去，否则叫你魂飞魄散！这就是阎罗大殿。陆云，你疯了！以生魂强闯地府，阳气受损，魂魄不稳，你会魂飞魄散的。别打，别打！谢姑娘，在下错了。原来，这才是你真正的样子，谢金鸾。既已知晓，便该明白你我之间隔着生死阴阳。如今你已是人间帝王，何必执着于一场镜花水月？什么镜花水月？那可是1个月生死与共，患难相扶。谢金兰，你敢说那些都是假的吗？还是一如既往的油嘴滑舌？谢金兰，谢姑娘，我魂魄来此支撑不了多久，只想要个答案。那1个月的过往，于你而言，是真的吗？是。有你这一句便够了。谢金兰，你在此处执掌你的阴司律法，审世间奸邪。我回人间去坐稳我的江山，履行我帝王之责。从此，你守幽冥秩序，我掌人间公道。你我之间碧落黄泉，此心不改。你掌你的人间公道，我守我的幽冥秩序，碧落黄泉，此心不改。判官大人从那位生魂离去后，一直心神不宁。嘘，继续审案，待下一个。刘氏生前虐待儿媳，致其投河，判入第6层地狱，刑期300年。饶命啊！大人，无事，继续。陆泉，你以生魂闯地府，折寿5年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下一个。李大彪拐卖妇孺13人，判入第18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判官大人今日判得格外狠。那位生魂来过之后，你2人若闲得无事，便去18层地狱帮忙行刑。属下不敢。大人饶命！小人只偷了几两。张秀才，你勾结土匪劫杀商贾，害命17嫂，还敢狡辩，判入第16层地狱，刑期800年。陆月，你让我心神不宁。侄儿，太医说你魂魄不稳，阳气大损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青兰，别走。
金兰，谢家长女。陛下，殿下他3日前曾以生魂强闯地府。什么？地府？他疯了！父皇，智儿，你醒了。陛下脉象虽弱，但已无性命之忧，只是阳气大损，需静养数月。父皇，不是梦，我见到他了。谁？谢经权，谢家先祖，地府判官。父皇，儿臣想求您一事，请钦天监寻阴阳相通之法。你疯了！那是逆天行事。儿臣心意已决。严君，属下有一事相求。说。属下想请严君允许属下与人间帝王陆月魂魄相系。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知道，他阳寿折损，属下亦会受损，生死与共。既知道，为何还要如此？碧落黄泉，此心不改。他为你以生魂闯地府折寿5年，你为他愿魂魄相系，一对痴人，本君准了，但有一条件。严君请说。你需助他平定江山，稳固社稷，令天下百姓安居乐业。待他阳寿尽时，你2人方可长相厮守。在此之前，你仍需尽职审案。属下遵命。本君已在你魂魄中种下相系之印。每月15月圆之夜，你可入他梦中相见，但只能相见，不能相触。多谢严君。谢经鸾，是我。为何碰不到你？魂魄相系，只能相见，不能相触。除非你阳寿尽时，魂魄入地府。那有何难？我等便是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是人间帝王。我不过是说的等你，又没说现在就去死。你怎么能来我梦里了？我请求严君允许你我魂魄相系。每月15月圆之夜，我可入你梦中相见。每月都能见？每月15。那比牛郎织女还强。油嘴滑舌，只对你。老祖宗，您又在看那枚玉佩了？没有。您骗人，我都数过了，您今晚看了那玉佩不下50次。长青，你说人鬼殊途，为何还要执着？老祖宗，您在人间时不是常教我吗？善恶有报，人间公道。陆公子对您的心意也是真的，真的东西为什么要放弃？可是阴阳两隔，他每一次以生魂闯地府都要折寿，我不能看着他把自己折腾死。那您就眼睁看着他孤独终老吗？
老祖宗，您不是最勇敢的吗？生前100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死后执掌生死簿审判万鬼，怎么遇到感情的事儿反倒畏首畏尾了？你倒是伶牙俐齿，都是跟老祖宗学的。陆燕，你让我为难了。老祖宗，您不是常说吗？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喜欢就去争取，管他什么阴阳两隔。静兰，你在地府每日都做些什么？审亡魂，判善恶，定轮回。累吗？习惯了。那会想我吗？会。我也想你。每日批完奏折，夜深人静时就拿着你留下的那枚玉佩发呆。常山说我像个傻子。你本来就是。那也只做你一个人的傻子。我登基后减免了天下赋税，兴修水利，赈济灾民。你觉得我做得好吗？做得很好，我在铜镜中看到了。你时常看我？偶尔。偶尔是多久？一天看几次？陆远，你再油嘴滑舌，我下个月不来了。我错了，我不问了。你要走了？天快亮了。下个月15，你还来吗？来。亡魂，报上名来！谢长青，不对，你是谢静兰。谢荣雪，阳寿23，死于流放途中。老祖宗，求您救我不想下地狱。你生前极度诚信，陷害嫡女谢长青致死，挑拨离间，助纣为虐，参与谋反，3条大罪，罪不可赦。是谢长青先抢了我的东西。鸠占鹊巢，还出无耻之言，毫无悔改之心，判入第7层地狱，受刀山火海之苦，刑期500年。判官大人对自家人毫不手软，谢家之人更该严惩，否则何以服众？老祖宗，我想转世投胎，重新做人。起来说话。我在阳间时太懦弱了，被人欺负不敢反抗。我不想再做那样的自己，我想做一个像您一样勇敢的人。你想好了，投胎之后，前世记忆尽失，你不会记得我，不会记得谢家。我知道，但老祖宗教我的道理会刻在我的魂魄里，生生世世。好，我送你一程。来世，愿你生在一个好人家，父母疼爱，手足和睦。愿你勇敢坚韧，不受欺凌。多谢老祖宗，老祖宗，你也要幸福。陆公子是真心待您的，别辜负了他。去吧。长青，来世一定要幸福。青兰，今日不是15，你怎么了？今日送长青转世投胎了，他说来世要做一个像我一样勇敢的人。你难过？
青兰，你在我面前不必逞强。我生前是将军，死后是判官，我早已不会哭了。那便在我梦里哭，我不告诉别人。你看，你的泪连月光都照亮了。油嘴滑舌，只对你。陛下，刺杀您的幕后主使已全部查清并抓获，共17人，皆是前二皇子赵觉余党，现已押入天牢。全部斩首，一个不留。遵命，陛下。朝中大臣多次上书，请求陛下选废立后，延续皇嗣。朕已立太子，可太子殿下是陛下从宗室过遗的，并非陛下亲生。太子聪慧仁厚，堪当大人，谁有非议，让他来见朕。静兰，你在那边还好吗？我很好，倒是你瘦了。是，听你的，明天多吃一碗。谢判官，你近来审案愈发公正严明，既不偏袒，亦不苛责，本君很欣慰。多谢严君。但你心神不宁，本君看得出来。因为那个人间帝王是谢金兰，你生前为将，死后为判官，从不为自己而活，如今总算有了牵挂，本君为你高兴。可是阴阳两隔，那又如何？你二人生死与共，魂魄相系，已是超越了阴阳。待他阳寿尽时，便可长相厮守。在此之前，每月都能相见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。严君说的是，所以不必自苦，该笑的时候笑，该哭的时候哭。你是地府判官，但也是谢金兰。下个月15，本君准你多待一个时辰。多谢严君。静兰，我在御花园种了300株梨树，花了3年，因为你喜欢梨花。还记得吗？你在谢家院子中站在梨花树下，那时你周身气度让我失神。你记性倒好，关于你的事我都记得。虽然你碰不到，但看看也好。很好看，你比花好看。又油嘴滑舌。我说的是实话。青兰，你真好看。判官大人，大事不好！人间帝王陆昭在巡边途中遇刺，身受重伤，性命垂危。什么？千真万确，刺客是前二皇子赵觉余党，蛰伏多年报复。太医说怕是撑不过今晚。大人，他的阳寿在急速折显。大人，您不能擅自离开地府。别追了，大人认定的事，10殿阎罗都拦不住。可这违了阴司律法。大人回来再领罚便是。陛
陛下伤及心脉，若今夜醒不过来，恐怕必须把陛下救回来。陆芷，你答应过我要等我，你不能食言。陛下动了，脉象稳了一些，这怎么可能？脉象越来越稳了，奇迹！陆月，你敢死，我追到黄泉也不放过你。青兰，你又哭了。陛下醒了！陛下，你们都退下。别动，你伤得很重。有你在，我舍不得死。你差点死了，你知不知道你折了10年阳寿？10年？生死簿上，你的阳寿从55变成了45，这一剑要了你10年命。10年换见你一面，值得。你再敢说这种话，我下个月不来了。我错了，我不说了。好好养伤，不许再冒险。是，听你的。我该走了。下个月是我，你还来吗？来。谢判官，你擅自离开地府，违了阴司律法，可知罪？属下知罪，愿受任何责罚。念你情有可原，且未造成严重后果，罚你抄写地府律例10遍，下不为例。多谢严君。他怎么样了？已脱离危险，但折了10年阳寿。你2人魂魄相系，他折寿，你亦受损，本君观你魂光已暗了几分。属下无碍。罢了，回去抄写吧。记住，下次不可再擅自离岗。是。谢金兰啊，谢金兰，你也有今天。陛下，你要撑住我。不必了，朕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。路人，我来了。景兰，这江山我替你守了几10年，守得好吗？守得很好，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康。那江山为聘，你愿意嫁我吗？愿意，我等这一天也等了很久。走吧，随我回地府。阎王不会怪我拐走他的判官吧？他早准了。谢金兰、陆迟，你2人历经生死，跨越阴阳，今日本君为你们主婚。恭喜判官大人，恭喜驸马爷。从今以后，你守幽冥秩序，我陪你。好。
李成。景兰，地府的日子会不会很无聊？每日审案，断善恶，定轮回。你若嫌无聊，可以去帮黑无常勾魂。那我岂不是成了鬼差？使不得，使不得！驸马爷是帝王之魂，小的哪敢差遣？你入地府多年，阎君封你为地府客卿，协助我审理人间帝王将相之案，你可愿意？只要能陪在你身边，做什么都愿意。判官大人笑我，我几百年没见他笑过。自从驸马爷来了，大人笑的次数比过去几百年都多。终于能碰到你了，我也是。时光穿不断，又站在从前，刻骨的变迁不是遥远。